大家好，我是 Fitzcat。今天来做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我想聊一下各种队伍类型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在影片里其实经常提到什么 HO 队、平衡队、兽队之类的，这些都算是对战的术语。但我其实拍片1年多以来都没有好好的在影片里面解释过怎样的队伍算是 HO 队，还有怎样算是平衡队。所以我猜很多人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啦。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来拍个影片，然后简单解释一些对战相关的术语。最后也会针对这些不同类型为大家推荐一些可以租用的队伍。虽然队伍类型并不是很绝对的啦，比方说某个队伍就一定是某个类型。实际上因为我们对战的时候是6选4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模式上的差异。但我觉得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看懂宝可梦对战的门道还是蛮有帮助的啦。因为最近在几次官方比赛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规则 F 是这个游戏有史以来最多元的一次规则哦。各种类型的队伍都可以在比赛上拿到很好的成绩，甚至像什么极冻鸟这种神兽里面的臭鱼烂虾都拿了一次比赛冠军嘛。而且每次比赛的变化都很大，不会出现什么整个 Top Cut 名单都是长得87%像的队伍。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这个主题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在解释队伍类型以前，我需要解释一个我经常在影片里面提到的名词，叫做 Synergy。我在拍片以前还去查了一下字典哦，它的中文叫做协力。Synergy 对于组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宝可梦对战很讲究不同宝可梦之间的搭配嘛，包含什么特性啊、道具啊、技能组啊、什么钛金属性，还有努力值。很多组合他们在对战上之所以强，并不是就因为什么他们种族值很高，或者他们是神兽之类的，而是因为他们在进攻或防守等等不同面向上的 Synergy 很好，所以他们才很强。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像是布利姆文加爱管事。他们的属性、特性、技能组都可以互相搭配，所以这个双人组就有不错的 synergy。而且咆哮虎、水恶碰跟土地云，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抵抗其他人的很多弱点，像是咆哮虎弱格斗跟弱地面，土地云就抗格斗又免疫地面；土地云弱冰，咆哮虎就抗冰。然后土地云跟咆哮虎弱水，水恶碰就免疫水，因为它除水的嘛。然后恶格碰弱虫跟毒，土地云就抗虫又抗毒，所以我们会说这个3人组在防守上的 synergy 非常好。那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啦，假如这2个人 synergy 很好，所以很强，另外3个人的 synergy 也很好，所以很强，那如果我们把他们5个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不好意思，答案是他们5个人并不适合放在一起，因为他们5个人之间有 anti synergy。咆哮虎之所以很强，有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击掌啊，但是爱管事出场会开精神场地，导致你无法击掌，就有点像自己卡自己脖子吧。而且刚才说的这3个人强是强在防守的 synergy 很好，就是很适合互相联防。但是布利姆文跟爱管事都不是适合轮转的人，所以这2组人之间在各种方面就没有很好的 synergy。当然 synergy 可以体现在很多不同的角度啦，我只是简单以这个为例。好，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谈到底什么是 HO 队，还有什么是平衡队。因为这些不同的队伍类型，其实在组队的过程就是分别依据不同面向的 synergy 来挑选队友。首先要讲的就是平衡队，有些人会把平衡队叫做 bulky offense， 就是同时关注进攻上的 synergy， 而且也关注防守上的 synergy。我们先讲防守上吧。对于平衡队来说，属性经常是优先的考量因素，因为一个最理想的平衡队通常需要针对每一种热门进攻属性都有至少1到2个联防选项，这就关系到平衡队的核心要素，叫做 positioning。比方说你的队伍里面有猛雷谷跟盾菇这2个人，他们2个都抗草又抗水嘛，因此你的队伍就可以放弱草又弱水的人，像是土地云跟咆哮虎弱水，水武道雄是弱草，所以这5个人的组合在防守上的 synergy 就比较良好。假如对面有一个水恶碰，理想情况下你永远都有2个人可以从后排上来联防。同时平衡队通常更重视重复弱点，一个最理想的平衡队通常不会有3个人出现一样的弱点。不过这只是一个经验法则啦，实际上如果你真的理解自己为什么需要放第3个重复弱点的人，那你也可以随时打破，没有关系。当然在组平衡队的时候，属性只是其中一个判断条件，实际情况会再复杂一点点，因为你不可能针对每一种属性都有2个人专门对应，毕竟对面可能会同时打2种属性的连攻，而且他也可以打你的队友。所以像什么突击背心的金刚星，它虽然不抗妖精啊，实际上也可以作为正义法魔法闪耀的联防选项之一，其他很多情况也是以此类推啦。但是即使如此，你也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属性联防好的队伍就是平衡队，它有可能就只是兽队而已。我刚才有说过，平衡队需要同时关注进攻跟防守上的 synergy， 同时再加上其他工具提供你更广泛的进攻或防守选项。
包含什么顺风、空间、冰冻之风、电网，这些都是平衡队经常有的手段。例如，你可以选择首发古剑爆加眼镜正义法，在第一回合就打出很高的爆发，但是同时也可以选择首发盾菇加咆哮虎，第一回合击掌加睡人，然后才上后排输出。但平衡队同时又跟 HO 队不太一样，因为 HO 队玩家的 mindset 经常是赌对面的某个操作，而平衡队玩家通常不太喜欢赌对面怎样打，而是思考 positioning。理论上，只要你的首发合理选出正确，很多时候只要用最安全的操作就已经可以打赢大部分的玩家。在思考的过程中，你并不是猜对面这个位置要不要换下去让某个人上来，而是在找更合理的 position， 创造最多的选项，还有让自己的操作涵盖最多对面操作的可能性组合。因为平衡队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长得像瑞士刀，里面什么工具都有。在多数情况下，平衡队通常会有好几个守住，所以你每个回合都可能会，比方说什么左边守住右边打，右边守住左边打，或什么左边击掌右边强化，左边换人威吓右边输出之类的。就是因为选项实在太多，所以对面永远都无法掌握你的行动，而且你也永远都有机会可以 outplay 对面。平衡队的最终目的就是在面对所有类型的常见队伍都至少可以跟他5-5波，所以你不会存在根本打不赢的对手。只要你的工具够充足，一个好的平衡队玩家就有可能透过操作技术来打赢任何队伍。如果你想要组出一个好的平衡队，或是理解一个平衡队，就需要充分理解现在的 meta game， 而且理解队伍中进攻跟防守上的 synergy 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平衡队是所有队伍类型里面最不好精通的类型。如果你能够把平衡队玩得非常强，基本上就表示你已经很熟悉对战了。而且平衡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稳定性很高，导致他们乍看之下都有点像。同样的队伍通常不会被环境影响太多，所以你甚至可以用同一队连续打好几个月，你只要稍微改一下道具、钛金属性，或是换掉1-2个技能就好。另外，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我通常不太拍影片玩那些很强的平衡队，原因第一是最适合混平衡队的人通常是那些使用率超高的人，他们已经被大量的对战跟比赛证明它的稳定性够高。而且平衡队通常都没有固定的核心策略，比方说打自己的弱点保险，或是成功点出1-2次强化之类的，所以会比较少 fancy 的东西。对于轻度玩家来说，感觉会比较无聊吧。另一方面是这种队伍一解释起来就会超级复杂，我动不动就要讲个半小时，所以我通常在影片里就只会简单带过而已。举例来说，我最近介绍过一个次郎王的雨灭队，那队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平衡队，只是额外带了雨天而已。虽然我在影片开头没有介绍的太详细，但是我后来又额外拍了一个整整40分钟的会员影片来解释这一队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组。我有大概整理了一下平衡队的优缺点啦。如果你喜欢非常需要动脑的风格，而且喜欢自己的队伍里面有应付任何队伍的手段，那你可能就蛮适合玩平衡队的。最后我也准备了3个公开租用的队伍当做范例，除了方便说明之外，也让大家可以自己玩看看啦。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一定要帮我按个喜欢。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也记得按下订阅，支持我做更多影片。像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平衡队，有高速的正义法跟维京武道雄狮，有额外控速，有2个击掌辅助，有伤害控制手段，也可以强化，所以打大部分的队伍都不会太劣势，你永远都有机会可以 outplay 对面。这个是墨尔本地区赛的冠军队，虽然配置换了一点，但基本上是同个队伍。这也是蛮典型的平衡队，只是强化手改成轰鸣乐，而且跟刚才那队比起来，防守上的 synergy 又更好了一点，但是也相对比较被动一点，爆发能力没有那么强，先知技能也不太多。这个是 Toller Web 在诺克斯威尔地区赛的冠军队，我之前也有做影片解说过这场比赛。他虽然带了顺风，但实际上其实是个平衡队，而不是 HO 队。顺风只是作为一种控速手段而已，队伍整体的进攻跟防守手段都很充足。多数情况下，你还是需要找到好的 position 来打，而不是直接顺风加一个技能，然后打完死掉上队友而已。好，下一个要讲的是防守队，就是我们俗称的兽队啦。这种队伍其实就是超级偏重防守上的 synergy， 相对的进攻上的 synergy 就不见得那么好，而且很容易有盲点。队伍本身也比较被动，因为你的目标是透过超级高的耐久加上续航能力，慢慢蚕食对面的血量，或者是让自己强化到对面根本打不动。这种队伍通常打起来都很慢，因为你会需要很多伤害控制手段跟回血手段，像什么威吓鬼火、什么光强反射臂、大声咆哮、铁臂冥想之类的，而且经常都会带剩饭或者是什么自我再生羽期这种回血技能，导致动画就会非常的久，一场动不动就要10几分钟。而你的胜利条件通常有2种类型，
第一种是透过很多持续扣血的手段，慢慢把对面消耗到死。第二种是先解决能够威胁强化手的人，然后对面就再也打不动强化手，以后你就可以用强化手把对面打穿。不过兽队的缺点就是太被动了，所以你自己反而很容易被对面搞。毕竟回合数都会拖得很长，所以就更容易被集中而害，或者打出什么麻痹、烧伤、冰冻的附加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打赢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比赛上很少看到兽队。在多数规则下，最主流的类型其实都是平衡队跟 HO 队。以现在的规则 F 来说，我觉得这队就是兽队的一个经典教科书吧。这个是 Eric Rios 跟 Alex Gomez 的队伍，我在很多场比赛都有解说过。你可以走鳞甲龙强化的模式，先让队友把鳞甲龙打不赢的人打死，然后鳞甲龙就可以无敌，或者是多边兽开空间，上盾菇跟古典鹿打。尤其这个模式，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不断的 reposition， 所以打起来真的很久。不过如果你很享受这种对面根本打不死你的感觉，而且你又超级有耐心，你愿意每一场都打10分钟以上，那你可能就蛮适合玩兽队的。再来 HO 就是 Hyper Offense， 也就是超级进攻的队伍。HO 最关注的事情有3个，第一是确保优先出手的机会，所以这种队伍通常都会围绕着1-2种关键的控速手段，像什么顺风或戏法空间。我们一般常说的顺风队或是重空间队，大部分都是典型的 HO 队。另外，某些类型的天气队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 HO 队。第二是 HO 队需要非常高的爆发火力，因为这些稳定的控速手段通常都有回合限制嘛，像顺风是4回合，空间也是开完以后的4回合。面对这种队伍，你的对手通常会透过什么威吓、击掌、守住之类的方式拖回合，等到你的控速结束以后，对面就会更有力，所以你要尽可能用最高的火力，在最短的时间把对面打死。比较典型的例子就包含什么煤炭龟的喷火啊、正义法魔法闪耀、古玉热风、铁头壳广域战力之类的。第三是 HO 队需要非常强的属性连攻，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快速击杀，就需要增加对面联防的成本。如果我方开出顺风或空间以后，对面根本不存在联防的可能性，才能保证一定能打死对面的某个位置。像什么水火草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平衡属性组合，因为连攻跟联防都不错，但主要是联防很好啦。龙钢地面就是一个经典的进攻属性组合，因为抵抗龙系的人非常少，就只有钢系减半还有妖精系无效，所以我们只要同时打巨龙威能跟淘金潮，对面就会超级难联防。这也是很多重空间队或顺风 HO 队的基本概念。另外 HO 队玩家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跟其他风格明显不一样，就是更喜欢跟对面交换。因为 HO 的核心精神是高速的火力压制，队伍成员通常也会相对脆皮，所以你的联防成本就会更高。通常除非必要啦，否则只要打得死人就不会选择换下场。如果你的某个人在场上 position 不好，平衡队会做的事情是把他换下来，上另一个更有优势的人嘛。HO 队基本上全队都是输出手，所以反而会希望他先被打死，这样就可以免费换另一个好打的队友上来。HO 队玩家思考的通常不是怎么样拿到更好的 position， 而是我后排不好打的人有谁，所以我要优先把哪个人换掉，让后排上来以后更容易清场。所以就算某个回合双方1换1，其实对 HO 队来说反而可能是最有利的结果。而且就因为队伍策略非常简单直观，所以这种队伍通常也更适合新手。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需要考虑，就是 HO 队为了追求高火力，所以经常不得不带会 miss 的技能。这种例子有非常多啦，大家最近在比赛直播上也看过很多次，包含龙卷云的枯叶风暴、金光花的流星光束、古玉的热风跟过热、古剑豹的冰柱坠击、炎帝的圣火，这些技能都非常容易 miss。而且平衡队或兽队 miss 一次技能也许还好，但是 HO 队只要 miss 一次技能以后，你就有可能直接被对面打爆，导致直接输了。我觉得这队就是现在非常标准的一个 HO 队啦。我们在比赛直播上也有看到，很多选手都用这队拿到不错的成绩。基本概念就是开出顺风，搭配一个输出手来打，打完死掉就再上下一个。如果你真的不需要顺风的话，就上二碰掩护队友。这队虽然不那么常见，但也是一个蛮典型的 HO 队。带了能量加速的破空焰跟围巾古玉，总共有3个高速的人，加上神速跟突袭2个高威力先制。虽然没有控速手段，但核心就是为了打出高速爆发，快速解决对面的人。加上打排位的时候，对面不知道你队伍配置，所以破空焰的大晴天啦、古玉的围巾，还有快龙的守住跟生命宝珠就更容易发挥效果。另外，这队是一个蛮标准的铁头壳队，因为广域战力跟热沙风暴都是威力很高的范围技能，
而且热煞风暴跟水莲打都适合搭配雨田，也适合搭配顺风，所以铁头壳、武道雄狮跟土地云在进攻上的 synergy 就非常好，很适合放在一起。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啦。但是这次的 QOTD 我想放到最后。今天的问题是你觉得有哪些对战上的术语，希望我在之后的影片跟大家分享。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可能就会挑选一些适合的做成影片来讲。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一定要帮我按个喜欢。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也记得按下订阅，支持我做更多影片。同时也非常感谢每个 YouTube 会员的支持。Have a good day， 拜拜。